楚风哥哥，这是哪里话？我与他们好歹是同宗之人，无冤无仇的。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杀了他们呢？宋云委屈巴巴地撅着小嘴，而楚风则是伸手专注了宋允的手腕。你掌心的阵法，分明是早就布置好的。楚风说道。确实是提前布置好的，但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嘛。如今狱宗要与仙海鱼族开战，必然会有更多的狱宗之人阵亡，而狱宗之人体内的玉婴是可以供我修炼的。反正他们死都死了，那玉婴留着也是浪费，还不如供我修炼呢，对吧？宋允说道。狱宗为何要与仙海鱼族开战？楚风问。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宋允背着小手笑嘻嘻地说道。但楚风也看得出来，他并非真的不想告诉楚风，而更像是在开玩笑。这个丫头一如既往的调皮，可楚风还是说道。宋允，现在我还能相信你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现在他们两个的立场的确不同。楚风看得出来，宋允如今在狱宗的地位应该还不错，而楚风可能是注定要与狱宗为敌的。当然了，楚风哥哥当然可以相信我。宋允立刻道，并且小脸之上满是认真。那你可还相信我？楚风反问。这是自然，你永远是我的楚风哥哥，是允儿最信任的人。宋允说道。那我也不瞒你，仙海鱼族的仙海鱼儿是我朋友，我想你也应该听说了这件事。但我听闻他在前些时日被抓走了，而抓走他的很可能是狱宗的人。你若是知道什么，还请告诉我。楚风说道。楚风哥哥，咱们换个地方，这里不方便说这些。宋允说话间，便用那小手抓住了楚风的手掌，拉着楚风御空而行，离开此地。他带着楚风快速飞行，一边飞行一边说道。楚风哥哥，想是要救仙海鱼儿吗？是。楚风道。所以楚风哥哥是移情别恋了吗？宋允问。啊！楚风一时之间有些摸不清头脑，不由得问道。你这丫头，这是什么话啊？可宋允却依旧一脸认真。我当初被地狱使抓走，与楚风哥哥也有一阵子没见了，如今再见，楚风哥哥开口就是要我帮忙打探仙海鱼儿是不是被抓了，根本就没有问过我过得好不好。难道这不是移情别恋？宋允道。这个那个，可是我们又不是恋人，怎么能用移情别恋来形容呢？对我来说，你和鱼儿一样，都是我的要好的朋友。楚风道。所以朋友也会区分对待，对吧？宋允委屈巴巴。不是，我都听到他们叫你大人了，自然知道你过得不错。楚风道。我现在是过得还行，但这不能是你不关心我的理由啊！你就没想我也吃过苦吗？宋允道。听闻此话，楚风心中一颤。其实宋允说的很对，相比于宋允和小鱼儿，楚风确实有些偏心了，因为他知道宋允被带回狱宗是因为天赋较好，下意识的便觉得宋允到了狱宗也会过得不错，便没想着去找宋允。可也的确忽略了宋允可能也会过多不好这件事。抱歉了，宋允妹妹，我确实是太担心鱼儿了，毕竟她被抓了，现在生死不明。但我保证，若是被抓的人是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抓了你，我也同样会去救你。楚风道。难道我不是被抓来的吗？宋允道。楚风无言以对。这件事上，楚风的确有理亏的地方。好了好了，不难为你。我呢，聪明伶俐，哪怕到了狱宗也深受诸位大人喜欢。如今呢，在狱宗也算混得风生水起，至少他们是将我当作重点培养对象的，因此偶尔能够接触到一些狱宗重要的人物。关于狱宗要与仙海鱼族开战，我也是无意间听到的，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但倘若楚风哥哥所说属实，狱宗真的抓了仙海鱼儿的话，那么我猜测仙海鱼儿很可能便是源头。仙海鱼儿这种天赋，仙海鱼族不可能放弃。倘若确定是狱宗抓的，那这件事情绝对是要闹大的。这样吧，楚风哥哥，其他的事情我们回头再慢慢聊。我呢，先想办法去帮你打探一下仙海鱼儿的事情。不过你也需要帮我办一件事情才行。宋允说道。什么事？楚风问。是这样的，狱宗内部分为3个阵营，分为新派和古派以及中立派。我所在的便是古派。古派的人呢较为传统，也相对心善。他们虽然遵守狱宗的规矩，可却也尽可能的不会滥杀无辜，坚定的认为狱宗乃是正统，是造福天下的。而你刚刚见到的便是新派的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算规矩，但有一部分人非常的坏。至于新派的高层，对于手下也是比较放纵，因为他们坚信的是狱宗要一统浩瀚修武界，身为王者就是有资格践踏他人的生命。听到这里，楚风便大概清楚为何狱宗有看着还不错的那位地狱使，也有滥杀无辜的那群祸害了，原来是分成了2派。你知道为何狱宗一直没有在浩瀚修武界掀起大动静吗？宋允问。为何？楚风问。并非狱宗的实力不够，而是因为内部2派相争，若是最终古派当家做主，那浩瀚修武界应该会相安无事。可若是新派当家做主，那怕是浩瀚修武界将不再安宁，会比现在后还要混乱得多。修为弱的人将永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世间之人只是狱宗成员修炼的资源罢了。与仙海鱼族开战之事，我就是从新派之人口中听闻。我怀疑，若是仙海鱼儿真的被抓，也定然是新派之人主导未知。不过新派也有可取之处，因为他们的不择手段，确实获得的资源比古派要多，因此他们有一些东西我十分向往。我听闻，就在今日，新派与古派有重要会议要开。新派有一个地方聚集着新派的高层人物，而他们都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所在的地方必然会防范力大大减退。我给你一张地图以及具体的进入方法，你去帮我去偷一样东西回来。宋允说话间，便将一张地图以及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楚风打开地图，上面已经规划好了路线，并且上面还写好了方法。至于乾坤袋内，乃是各种特殊的破阵宝物，可以说是准备的相当充分。显然遇到楚风是碰巧，但就算没有遇到楚风，宋允也是打算自己来做这件事的。看来我的宋允妹妹，哪怕在狱宗这种地方，也是不安生啊。楚风不由叹道：哎呀，楚风哥哥，说什么呢？怎么把我说的好像一个坏孩子一样？人家多乖呢。宋允撇着小嘴说道：是，乖着呢，在我面前还是挺乖的。楚风笑道。宋允抱着胳膊，仰着小脸，显然对楚风的话是有些不满的，但很快又灿烂一笑。楚
楚风哥哥说的也对，可不是谁都能让我乖的，他们不配。对此楚风也淡淡一笑，不由问道：那你想拿的东西是什么？这地图上可没写。我想拿的是一个红色的瓶子，上面贴有38张封印符纸，你进去这个地方之后就能找到了。宋云指着地图最后画的圈圈说道：就这么相信我能拿到？楚风从地图也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楚风哥哥，别人做不到，你的绝对可以，你可是界染青之子，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天才。宋云露出自信笑容，是对楚风的自信。我有一个问题，这清雪上界是玉宗的大本营吗？楚风问。当然不是，玉宗的大本营在哪里？我也不清楚，我的级别有限，根本接触不到，这里只是临时据点罢了。宋允说道。知道了。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楚风说道。又什么问题啊？宋允道。你还记得当时你被那位地狱使抓到狱宗时，他还抓了一个小女孩吗？楚风道。我知道那个小女孩蛮可爱，但却挺诡异的嘛。宋允说道。对，你知道她在哪吗？过得可还好？楚风问。楚风现在觉得那个小女孩多半便是暗黑妖神的魂魄，也是3圣妖族的圣物。那个小女孩根本没有被带回狱宗，她被劫持了。宋允道。被劫持了？谁劫持的？楚风问。他没说，只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九魂天河的人。宋允道。非常强大的九魂天河的人？楚风起初不解，九魂天河哪有非常强大的人？可是很快楚风想到了一个人，仙喵喵的师尊宋长生，不就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强大存在吗？但是那位为何要劫持小女孩呢？难道他看出了什么？当然楚风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仙喵喵的师尊劫持的，毕竟浩瀚修武界隐藏的高手还是挺多的，搞不好九魂天河除了宋长生还隐藏着其他高手也说不定。楚风哥哥，你关心的人挺多呀，怎么感觉你有点花心啊？你这个样子紫菱姐姐知道吗？宋允歪着小脑袋，一脸坏笑的看着楚风。我哪有，都是朋友吗？楚风道。是哦，都是女性朋友，红颜知己吗？洒洒水了。不过那个小女孩那么小，你是不是有点禽兽啊？宋允道。什么啊？我和她都不熟，只是她帮过我，所以我比较好奇罢了。这个问题上楚风说不过宋允，于是赶忙转移话题。宋允妹妹，你要多久能打探到关于仙海鱼儿的消息？这次会议结束就能打探到了。宋允说道。那好，你的这件事就交给我，我的事呢就交给你。若是可以，尽量帮我打探清楚一点，最好能知道仙海鱼儿被关在哪里。不过切记，你也小心一点，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楚风道。放心吧，楚风哥哥，我可不是什么笨蛋，我会小心的。对了，楚风哥哥，你还记得你体内的玉婴吗？宋允问道。楚风当然记得，当初那个地狱使说什么自己是圣坛指引，于是也在自己的体内种下了玉婴，只不过那玉婴一直在沉睡状态，对自己并无任何影响。你的玉婴应该还在体内吧？宋允问。在的。楚风点头。那便好，拿着这个。宋允将一张符纸递给楚风，那符纸为黑色，上面刻写着红色符咒，而那符咒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鬼婴，看起来十分诡异。这是幻婴符，可以唤醒玉婴的力量，为你所用。这张幻婴符的力量应该能你获得一品真神的修为。宋允说道。怎么用？楚风问。贴在额头上即可，到时候玉婴会苏醒，也会侵占你的身体，在此时机控制住它，即可让它的力量为你所用。宋允说道。看来你在狱宗确实过得不错，这种好东西都拿到了。楚风说道。此物自然价值不菲，但也不是寻常人能够驾驭的，操控不好会被玉婴反噬，从而暴走而亡，是真的具有生命危险。不过对于楚风哥哥来说，应该小菜一碟。宋允说道。你可真信得过我呀？这么危险的东西就直接让我用，你真不怕我死啊？楚风道。怎么会呢？这个世界上能让我承认比我宋允强的人可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楚风哥哥了。区区幻婴符，我楚风哥哥绝对能驾驭的了。宋允笑眯眯地说道。拍马屁还是你会拍啊？楚风叹道。楚风哥哥喜欢就好了。话到此处，原本前行的宋允忽然停了下来。楚风哥哥，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各自动身，回头就在此地会合。好。楚风点头。楚风哥哥，不见不散哦。宋允转身离开，却频频回头对楚风连连招手，但因为速度很快，也是好很快便消失在了楚风的视线之中。而楚风又看了一眼地图，发现这个位置距离宋允让他去偷东西的地方则是近了不少。原来宋允早就计划好了，在见到楚风那一刻就想好了让楚风帮忙，所以交谈的时候就一直在带着楚风向这个方向赶路。不过楚风也并未多想，抛开过往交情不谈，现在与宋允乃是合作关系，他们两个各取所需，而楚风也需要完成宋允交给他的任务。随后楚风按照宋允的地图来到了一片丛林之中，这片丛林是伪装的，实际上这丛林地下有着一个磅礴的地宫，想要找到那地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怕是楚风到现在的观察力，也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观察出一些端倪。好在宋允早就计划好了一切，他不仅给了楚风地图，还给了楚风一乾坤袋的宝物。乾坤袋内的宝物是宋允专心准备，专门应对这个地宫的，几乎可以破开万难。有这些宝物在手上，楚风便是如鱼得水。很快他找到了地宫的一个入口，只不过在地宫入口外有着大量的狱宗之人，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可不是之前遇到的那些垃圾废物。正常来说，想过他们这一关并不容易，但是好在宋允也给楚风准备了专门的隐藏手段，凭借那个隐藏手段，可以悄无声息地从地宫入口进入。如宋允所说，这个地宫应该都是狱宗新派的高层人物，其他人是不可以进来的。如今那些高层皆是不在，除了外面有重重守卫之外，这里面几乎看不到人影。只要楚风能够进来，便几乎等于大功告成。不过这里面的道路也很复杂，是故意弄得复杂，
但是有地图在手的楚风，也是很快便来到了地图所示的地宫大殿之内。地宫大殿是关闭的，但是宋允也准备了结界钥匙。凭借这把结界钥匙，楚风也是顺利进入大殿之内。这才发现这里面有着一座血红色的水池，那血红色的水池就像是被烧开了一样，正在滚滚翻腾。而在血红色的湖泊中间，则是漂浮着一个巨大的透明水晶。透明水晶内躺卧着一名青年男子，那青年男子身高2米有余，身材消瘦，但却仍能看出他长得十分英俊，一头白发散开着。至于身上，则是穿着狱宗的红色长袍。这里是一座大阵，阵法正在淬炼着这名男子。这名男子虽然消瘦，但只是长得较为消瘦，他并没有生病。从他的呼吸频率便能看出他很健康，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而陷入沉睡。最主要的是，那个透明水晶乃是一件至宝，具有极其强大防御力。在楚风看来，这是他所根本无法破开的宝物。还好宋允要拿的是红色瓶子，而不是这个透明水晶，不然楚风还真的拿不走。至于宋允想要的红色瓶子，就摆放在大殿之内一个极其显眼的位置。看得出来，这红色瓶子也很重要，因为它被结界封锁着。这个结界，楚风自己破解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因为有宋允提供的宝物，楚风破解起来倒是显得不那么费力了。宋允的计划十分周密，在楚风看来，就算楚风不来，而是他自己来，定然也会成功。在宋允准备的宝物助力下，楚风顺利拿到了那个血红色的瓶子。楚风也认真的观察了一下，这里面乃是一个玉鹰，只不过这只玉鹰有些与众不同，似是发生了某种变异，而这贴了满瓶子的符纸，就是为了封印这玉鹰的。总之，这个瓶子给楚风的第一感觉就是2个字：危险。难道宋允想要用这个可怕的东西修炼？楚风觉得若真是如此，恐怕有些危险。但是既然宋允需要，楚风还是将这个瓶子收了起来。随后，楚风便离开了这座地宫大殿。但楚风发现，这座地宫大殿并非是这座地宫的尽头之处，这个地方的确不简单，至少待在这里的狱宗之人的身份就不简单，搞不好就算他们离开了，也会留下一些线索。虽然宋允已经去帮楚风打探关于仙海渊的线索了，可万一宋允打探不到呢？楚风想着，反正来都来了，不如自己也打探一下。只是可惜，后面的很多地方都是被封印的严严实实，没有对应的宝物是无法打开的。而宋允给楚风准备的宝物，只有进入那地宫大殿的，其他的地方楚风也是无可奈何。于是楚风只能放弃，向着宫外走去。可是，在楚风已经走出地宫一段距离，已经进入安全区域后，他却忽然止步，摸向了乾坤袋，取出了一道罗盘。这个罗盘乃是当年楚风斩杀仙屠老七的时候，从他的身上拿到的罗盘。当时仙屠老七用这个罗盘追踪楚风，可是现在这个罗盘又有了动静，是另外的指针，并且远处。难道说仙屠的人也在这里？想到这个可能，楚风立刻按照罗盘指引的方向行去。跟随指引前行，楚风竟真的看到了2个老者正在自远方向自己的方向飞掠而来。他们应该也是要去地宫的方向。那是2个老者，他的身上也是披着狱宗的红色长袍，但是不知是何原因，他们没有戴着白色斗笠，就好像是故意要露出面容一般。因此楚风也是看得清楚，那是一个比一个丑陋的老头子，但从那双眼眸也能看出，他们也都是狠辣之辈。同时他们的气息也没有隐藏，一个是7品半神，而另外一个乃是8品半神。因为楚风隐藏状态，他们2个自然没有发现楚风，所以楚风干脆再度伪装面容，将自己伪装成了狱宗之人的模样，随后调转方向，自远处现身，带向着2位飞掠而来，装成迎面相遇。靠近之后，才对着2人高声说道：“仙屠的。”楚风的语气很硬，是命令的语气。听到楚风的话后，也是赶忙停下，对着楚风施以一礼：“拜见大人。”只是这个回答便确定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竟真的是仙屠的人。我忘记了，你们是狱宗的老几来着？楚风问。回禀大人，我是老6，叫做法帆。7品半神的说道。回禀大人，我叫老5，叫做枪鱼。8品半神的说道。你们的其他兄弟呢？楚风心中的怒火早已升腾，他们可是害死自己奶奶家族的罪魁祸首，这些家伙十分狡猾，抓到他们可不让同意。如今终于带到他们，楚风想要一网打尽，于是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怒火，尽可能的想要打探出关于仙屠其他人的位置。大人，您是不是记错了？加入狱宗的只有我们兄弟2个。那仙屠老5说道。哦，是吗？楚风眯着双眼，可楚风此话刚出，那仙屠老5的气息从8品半神提升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你不是狱宗的，你是何人？试探。他刚刚的话是试探。这仙屠老5十分狡猾，他是察觉到了楚风不对劲，所以故意说谎试探楚风，而试探出的结果就是楚风并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此刻一只大手已是直接向楚风抓了过来，但他的手掌还未接近楚风，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结界之力如绳索一般缠绕住了仙屠老5攻来的手掌。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炸响，便直接将他的手臂拧成了几段。眼见不妙，仙屠老6转身便要逃跑，可刚刚御空而起，便砰的一声，随后狠狠坠落在地。是楚风的结界之力早就无形间化作了的封锁结界，在他们并未察觉之际，便封锁了这片空间。你是何人？仙屠老5怒声问道。让你们死个明白。楚风说话间摘下斗笠，露出了真容。楚风，竟然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看到楚风，仙屠老5和老6皆是面色大变。与楚风的恩怨，他们自然清楚，而楚风如今的事迹，他们也早有所耳闻。他们自知遇到楚风必死无疑。楚风，别杀我们，求你别杀我们，我们与你奶奶其实无冤无仇，当年也只是受人指使，罪魁祸首乃是丹道仙宗啊！眼见大事不妙，仙屠老5和老6同时求饶，难怪找不到你们，竟然躲到了狱宗之中，想活命？可以告诉我，你们的4哥、3哥、2哥、大哥现在在哪？他们也加入了狱宗吗？楚风问。楚风，只有我们2个加入了狱宗，其他人在哪？我们也不知道。
仙徒老五说道：“不说实话没关系，你们会说实话的。”楚风说话间，便带用结界绳索捆绑住他们，带着他们离开了此地。楚风是想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之后，再好好审判他们。楚风知道他们的身上有相连的守护阵法，所以只要危及他们生命，自然就可以见到其他的人。但这里距离狱宗的宫还是太近了，况且他们又投靠了狱宗，为了避免麻烦，楚风自然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行。轰！可是楚风正在赶路之际，忽然一股强大的威压从天而降，是真神境的威压。感受到这股威压，楚风也是不敢怠慢，赶忙施展出了神行，同时将宋云给他的幻音符贴在了脑门之上。当幻音符落在脑门那一刻，楚风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那只玉婴苏醒过来，并且他的体内释放出强大的力量，直接赐予了楚风没有宋云所说的生命危险，就好像是为楚风所用，直接便赐予了楚风。并且这一刻，楚风的修为也不是宋宇说的一品真神，而是2品真神。唯一遗憾的是，这是玉婴赐予的修为，所以有着一定限制。楚风无法在这个基础上再施展自己的血脉之力来提升修为，甚至施展武技也有很大的束缚，就连自己的逆天战力也是消失不见，剩下的唯有最基础的战力。可哪怕如此，在楚风看来也是足够了。修为提升到了2品真神后，楚风一掌轰出，直奔那威压传来的方向。轰！可下一刻，楚风的一掌之威被挡了下来，自那个方向又有2个老者的身影走了出来，其中一个戴着面罩，看不清面容，此时负手而立，一言不发；而另外一个长得一脸阴狠，释放威压，想封锁住楚风的正是这个面容阴狠之人。他最初的修为乃是1品真神，但当楚风的修为提升之后，他也将修为提升，此刻他的修为达到了2品真神。看到楚风之后，这面容阴狠的老头露出无比狰狞且略带讽刺的笑容。楚风，你可真是了不得呀！世人只知道你是界天染的外孙，界染清之子，但谁又知道你竟然和狱宗也有关系，体内竟然会有玉婴，甚至就连狱宗内少有人能驾驭的幻音符，你都能使用的如火纯情。楚风，原来你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啊！那位阴狠的老头满面讽刺地看着楚风，老四少说几句。可此时蒙面的那个老头却是忽然开口，他看向楚风：“楚风，关于你奶奶的事情，我们也挺后悔的。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便也无法改变。况且你也已经杀死了我们的老七以及我2哥的弟子，既然你也是狱宗之人，而我们兄弟几个如今也已加入了狱宗，我们现在乃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过去的那些事，不如就算了吧。”蒙面的老者说道：“算了，好。”楚风点了点头，随后手中尊兵大刀猛然一挥，那仙徒的老五老六便直接伸手一触，因为手执梦魇的缘故，他们身上的守护阵法都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便被楚风抹杀，已是死得透透的。这让仙徒另外2位真神境的都没反应过来，一时之间愣住了。等我杀光你们7个畜生，这件事自然也就算了。而此时，楚风已是手提尊兵大刀，直奔那2个真神境的仙徒老头而去。你找死！反应过来的仙徒老四同样杀意滔天，同样亮出尊兵大刀，向楚风冲击而来。刀光肆虐间，鲜血也是随之喷涌，是仙徒老四的鲜血。哪怕楚风受到诸多限制，哪怕仙徒老四的修为也达到了2品真神，可他却全然不是楚风的对手，几个回合便落入了绝对的下风。三哥，救我！眼见不妙，仙徒老四只得向仙徒老三求饶。楚风，你真是给脸不要！既然如此，那你便死吧！仙徒老三开口之后，一股磅礴的威压直奔楚风而来。3品真神，对方乃是3品真神境，眼见不妙，楚风赶忙施展神行，可是玉婴这力量限制太大了，哪怕是神行，竟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楚风现在的速度只是堪比4品真神而已，按理来说，4品真神楚风也是能够远远的甩掉对方，可是这仙徒老三同样可以提升修为。眼见楚风跑得如此之快，他便将修为提升到了4品真神的境界。楚风，你跑什么？你不是想为你奶奶报仇吗？现在老夫就站在你的面前，为何要逃？你奶奶的确算是一代天才，可她却陨落在我仙徒的手中，并且死得极其凄惨。你现在怎么见到杀了你奶奶的凶手却要逃啊？原来大名鼎鼎的楚风竟如此没用，也不过是一个胆小之人罢了。楚风，你真是徒有虚名啊！你凭什么自称浩瀚修武界最强小辈？你配吗？那仙徒老三带着仙徒老四追赶楚风，一边追赶一边出言羞辱。别看他戴着面罩，看似沉默寡言，没想到他的话比那仙徒老四还要令人气愤。楚风，你理智一点，没必要因为他们拼命。但你修炼路上，他们不过都是一些小喽啰罢了。待得你修为提升，随时可以再回来收拾他们。此时，神鹿的声音竟罕见的响起，他也知道楚风的手段。若是楚风现在扯下头顶上的符纸，施展出血脉技，其修为同样可以达到2品真神，并且楚风若是施展出天雷九重斩的话，就算是4品真神也是能够斩杀的。但天雷九重斩乃是半成品，红色雷霆巨兽已经明确说过，楚风不可以再用。楚风若是再施展，将会有生命危险。神鹿可不希望楚风在这几个喽啰的身上冒此风险。前辈放心，我不会被他们激怒，他们我定然要杀，但我不会在他们身上冒险。楚风说道。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楚风的内心其实很纠结。楚风的确不会因为他们的这些话语而愤怒，但是他也不甘心。仙徒的人太狡猾了，他们甚至投靠了狱宗，所以楚风也不确定这一次错过，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再遇到他们。他怕以后有能力杀仙徒的人，但却根本遇不到仙徒的人。可就在此时，一道熟悉却无比悦耳的声音映入楚风耳帘：“喂，楚风，跑什么啊？本女王替你撑腰啊！”蛋蛋听到这个声音，楚风顿时大喜，而扫了一眼界灵空间，发现蛋蛋果然就完好无损地站在界灵空间之中。蛋蛋，你没事了？你怎么突然就没事了？楚风狂喜无比。要知道，自从蛋蛋出事，楚风最担心的
可就是他了。尤其是一次一次使用手段，但却都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那种感觉只能听天由命，非常无力。说什么呢？本女王怎么会有事？你个笨蛋！本女王当时不就告诉你了，本女王一定能够将那些东西炼化吗？你居然不相信本女王啊！蛋蛋说道。可是楚风至今记得当时蛋蛋离别时的模样，那个场景真的就像是生离死别。蛋蛋现在说的无所谓，可当时即将消失的蛋蛋，分明自己也都慌了。哎呀，没有可是了，本女王现在可是一品真神，真正的一品真神哦！赶快放本女王出去，让本女王替你教训那两个混账东西。蛋蛋挥动着小拳头说道。但是蛋蛋，对方可是4品真神，你没问题吗？楚风问。楚风，才分开多久，你就忘记本女王的强大了吗？区4品真神，岂会是本女王的对手？蛋蛋一脸不屑。听闻此话，楚风也是立刻停下。既然如此，便替我灭了他们吧。话罢，楚风直接张开界灵大门，而很快，仙徒老3与仙徒老4也是追了上来。怎么不逃了？是想通了，想要和解了吗？不过楚风若只是杀了老7，事情回转于的，可你现在却将老5和老6也都杀了，便没有任何余地了。你这个小畜生，实在咄咄逼人。老5、老6、老7的仇今日必报，就算你也是狱宗之人，今日我也必须杀了你。唰！此话刚出，一道黑色气焰自界灵大门之中飞掠而出，就像串糖葫芦一样，自仙徒老4和仙徒老3的胸口一次穿过，随后将这两个老东西高高的悬挂于半空之上。两个无耻的老东西，你能杀了谁？此时淡淡的身影也是从界灵大门内走了出来。此时他的修为还是1品真神，但却具备逆战3品的战力，真实战力达到4品真神。但是寻常的4品真神在他面前不堪一击，也不待仙徒这两位回话，淡淡意念一动，那穿过他们身躯的黑色气焰便出现了黑色的倒刺，在他们苍老的身躯里乱窜。下一刻，仙徒老3和仙徒老4发出了无比凄厉的惨叫。淡淡折磨人的手段，有时候连楚风都自愧不如。可淡淡却转身看向楚风，对着楚风一指，一道黑色气焰自其指尖掠出，直奔楚风而去。来到楚风面前时，那黑色气焰竟凝聚成一把黑色的气焰长剑。这是淡淡的手段，所以也具备着与他相同的战力。淡淡的意思很明显，这两个畜生还是楚风亲自斩杀比较好。而楚风也是接过黑焰长剑，走到那两个老东西面前，随后一人一剑，全部刺入丹田，伴随他们的惨叫。两道磅礴的守护阵法同时浮现而出，守护阵法的顶端有着2个黑洞，在那黑洞之中，楚风感受到一道目光正打量着楚风与淡淡。楚风，一道熟悉的声音也随之响起。仙徒老2。楚风记得这个声音，也记得这个目光。之前杀着仙徒老2弟子的时候，他也从隔着传送阵用这个目光盯着过楚风。杀你弟子，你不现身；现在杀你兄弟，你也不现身。看来你们兄弟间的情谊不过如此，不过也正常，毕竟本来就是一群畜生，又怎会有情谊？楚风道。楚风，放了他们2个，我们之间没有必要闹成这个地步。尤其是我们兄弟，现在已经加入了狱宗，我们其实是一伙的。仙徒老2说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与你们是一伙的，我先送这2个畜生下地狱，回头再送你。话罢，楚风手臂一挥，仙徒老3与仙徒老4便人头落地。因为手之梦魇的存在，守护阵法根本拦不住楚风。之所以杀得如此快速，是楚风知道仙徒老2现在的他应该对付不了，继续拖下去，搞不好仙徒老2就带人来救了。迟则生变，先杀2个是2个。当然，他们的本源淡淡也没有浪费，直接吸入了身体之中，就地炼化。至于楚风，则是转身走向淡淡，近距离的观察，无论看多少次，淡淡的容颜都是看不够。这是他所见过世间最美的女子，无论多久。但楚风此时内心的激动，却不是因为淡淡的美貌，而是因为淡淡太过重要。看什么啊？没看过吗？该不会又想占本女王便宜吧？你现在可不是本女王的对手，信不信我打你啊？淡淡皱着眉头向后退了几步。见状，楚风不由一笑，所以真的是无碍了？也不是，那些东西还是挺狂暴的。本女王的身体还有一些问题，还需要闭关调理调理，这样就会没有后顾之忧了。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要担心了，本女王真的不会有事的。你看我现在不就活蹦乱跳吗？楚风伸出小手旋转着身体，你之前那个模样怎么可能不担心？楚风道。好了好了，那本女王也不想嘛，反正以后不会有事了。淡淡说道。那你要闭关多久？楚风问。不太清楚，反正你记住，本女王不会有事，你也别乱往本女王身上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本女王都快被你补死了。淡淡嘟着小嘴说道。好的好的，知道了，我的女王大人，只要你没事就好。楚风说道。那我回去闭关喽。淡淡问。虽然嘴上不让楚风占便宜，可眼神却也有着不舍。去吧，不过快点回来，我等你并肩战斗，为我撑腰呢。楚风道。没问题，等着吧。话罢，淡淡便从界灵大门回到了界灵空间之内，盘膝坐下。但是好在这一次，淡淡虽然在闭关，可身体没有变化，这也让楚风安下心来。淡淡之前可谓是压在楚风心中的头等大事之一，而现在淡淡无碍了，眼前的头等大事便剩下小鱼儿了。于是楚风便回到了之前与宋允约定好的地方。到了次日，宋允才终于现身。楚风哥哥，打探到了，仙海鱼儿真的被我们狱宗抓了回来，并且就在清雪上剑。宋允此话一出，楚风那悬着的心便落下了许多，最起码知道小鱼儿的位置了，这可算是好消息。那你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吗？还有，你狱宗抓仙海鱼儿又是为了什么？他现在还好吗？楚风接连问道。我让你拿的瓶子拿到了吗？宋允问。拿到了。楚风将瓶子直接取出递给宋允。宋允嫣然一笑，收好之后才继续说道。那你有没有看到摆放瓶子的地方有一个白头发的丑八怪？是有一个白头发的，但不是丑八怪吧？楚风印象中那个家伙长得挺英俊的，反正在我眼里是丑八怪。那个丑八怪呢，是新派为首人物的亲儿子，抓住仙海鱼儿就是为了帮他提升修为。我只知道这么多，
不过因为仙海鱼儿需要经过特殊淬炼才有用，所以现在被关押在其他地方，正准备接受淬炼。但是那里可就是守卫森严了，如今新派很多高手都聚集在那里，楚风哥哥想救他可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你赶快去找仙海鱼族的人帮忙，时间快的话，也许还来得及。宋允又拿出一张地图，递给了楚风。允儿，这个位置不会出错吧？楚风看了一眼后问道。放心好了，仙海鱼儿一定就在这里。宋允说道。允儿，这次真是多谢了。楚风将地图收好。楚风哥哥，若是你找来了仙海鱼族的人，就让他们去救仙海鱼儿，你便不要露面了。宋允提醒道。为何？楚风问。一个7届圣府已经够你头疼了，我真的不建议你与狱宗为敌。宋允说道。放心，我会注意的。对了，允儿妹妹，我以后要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你？楚风问。我现在也是居无定所，大多数都是跟着宗门走，我都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不过楚风哥哥，我们总会相见的，我们会在浩瀚修武界的顶峰相见。宋允说道。一定。楚风点头，他相信宋允有这个能力，更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宋允妹妹，小鱼儿的事不能耽搁，我便先走了。楚风说话间便转身御空而起。等一下，可宋允却忽然开口。听闻此话，楚风也是转过身来看向宋允，可刚刚转身，一道柔软已是扑入怀中，是宋允。这丫头还趁着楚风没有反应过来，在楚风的脸上亲了一口，旋即便快速退出楚风的怀中，甚至退到了3米距离之外。楚风哥哥可要注意安全哦。宋允背着小手，甜美的小脸挂着灿烂的笑容，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你也要注意安全。楚风没有责怪，且此话说完，便御空而起，向宋允给他的地图飞掠而去。前辈，我要借用你的力量了。楚风一边赶路，一边对神鹿说道。楚风害怕小鱼儿出现意外，所以并不打算去找仙海鱼族的人帮忙。何况狱宗早有准备，就算找来了仙海鱼族的人，也未必能救得出小鱼儿。他准备借用神鹿的力量。可楚风不知道的是，在他走远之后，宋允又拿出了那红色的瓶子。他望着楚风的方向，精致的小脸之上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短时间之内，本神的力量不会恢复，你确定要浪费在那丫头身上吗？这可是你的保命手段。神鹿问。前辈，小鱼儿于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朋友，用在他的身上可绝对不是浪费。楚风是认真考虑过的，他知道狱宗抓到小鱼儿定然有所准备，他现在能力确实有限，神鹿才是他解救小鱼儿的唯一机会。既然你决定了，本神会帮助你，不过建议你先自己去看看凭你自己的本事有没有机会将仙海鱼族那小丫头救出来。若真的不行，本神再出手也来得及。神鹿说道。好。楚风施展全力，快速赶路，但很快又想到一个问题。前辈，晚辈还有一个问题，问了您可别生气，有屁直放，要不就干脆别问。知道本神可能会生气还问，真不知道你这脑子哪来的那么多红颜知己，是凭借一腔热血和无私奉献吗？神鹿道。因为真诚才是必杀技。楚风道。神鹿无言。哈哈，开玩笑，我和他们都是朋友，可不是红颜知己。楚风笑嘻嘻的道。快放。神鹿不耐烦的道。若是前辈出手，有多大把握？楚风问。这种地方，本神有绝对把握。神鹿说道。那就好。听到这个回答，楚风松了一口气。关于神鹿的力量，楚风自然早就见识过，可那个时候不仅楚风实力弱，接触到的对手实力也弱，如今面对的可早就不是当初能比的了。尤其是这狱宗神秘莫测，所以楚风也不确定，面对如今狱宗这样的对手，神鹿是否还能展现当初那种无法阻挡的实力。按照地图赶路，省事太多，再加上楚风害怕出现意外，赶路几乎用尽了全力，并未花费太久，楚风便来到了宋云所说的地方。只是来到这里，还没有看到此地的真正面貌，楚风便意识到了不简单。在这里，狱宗绝对动用了极其厉害的手段，具有极强的感应阵法。楚风不敢继续向前，他觉得只要继续向前便会被发现，就别说潜入其中了。狱宗竟然掌握着如此厉害的结界阵法，看来宋云所说属实，狱宗的底蕴深不可测。这样精妙的阵法，楚风只在7届圣府感受到过。按理来说，狱宗主修旁门左道，不该拥有如此厉害的手段才是。前辈，要您帮我了。楚风只能向神鹿求助，再给本神看一眼地图。神鹿说道。楚风将地图打开，收起来吧。另外，站稳了。话罢，一道光芒体自楚风体内绽放，但那不是楚风的手段，而是神鹿的手段。神鹿幻化成形，就在楚风身下，下一刻便带着楚风快速前行。快，非常的快。哪怕如今修为比之当初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可是神鹿的速度仍是楚风所远远无法比拟的。神鹿的速度比所有带着楚风前行的高手都还要快得多得多。最主要的是，神鹿还具有特殊的力量，在远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速度下，正常来说，周围的景物都会变得无比模糊，楚风根本看不清楚。可是神鹿的速度明明比其他人都要快，可楚风却能够看得清楚周遭的景物。神鹿直接向地底穿越而去，正因为哪怕速度再快，却也能够看得清楚的原因，楚风能够看到这里不仅聚集着诸多狱宗高手，并且他们的衣服上写着的都不是地狱使，而是狱将，并且数量极多。抛开人数，还有伏击阵法、攻杀阵法、封锁阵法等诸多大阵，都是运用远古时期的至宝催动的。这个布局，这可谓是密不透风，对于修武者而言，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若是没有神鹿，以楚风现在的修为，想进入这里救小鱼儿，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除了能让楚风看得清楚外，神鹿还有一个特别恐怖的能力——无视结界。无视物体，再强大的结界都可以直接穿越过去。凭借这个能力，再加上神鹿知道具体路线，根本不需任何兜兜转转，就直接向关押小鱼儿的地方而去。再又穿过一道融合了强大结界阵法的墙壁后，楚风所见有些意外，这里没有恐怖的这内粉，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房间。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躺着一个绝美的姑娘，正是小鱼儿。看到小鱼儿，楚风也总算松了一口气。这里确实没有任何阵法，
就只是用来关押小鱼儿的地方，想必狱中的阵法还没有准备完毕，所以小鱼儿并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昏迷了而已。楚风抱住陷入沉睡的小鱼儿后，神鹿便催动力量，带着他们向外而去。只不过在逃离此地没多久，神鹿的力量便消散了。楚风，本神的力量用尽，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了。神鹿说道：“辛苦前辈了，接下来我自己可以处理。”楚风看了一眼小鱼儿，发现小鱼儿的昏迷并不简单，于是楚风布置了一座阵法，先将小鱼儿放入阵法之中，随后又将阵法放在身上后，便向来时的方向快速的行去。如今这个世界被仙海鱼族封锁，想要离开就只能用仙海鱼族的阵法，可进入的阵法是一个定点阵法，楚风就算想回去，也要在来时的地方才能回去。与此同时，与楚风道别之后，宋允便来到了另外一座的宫，这座地宫也是十分恢宏，这里也聚集着大量狱宗的人，这里的狱宗之人都没有戴着白色斗笠，而是将自己真容露了出来，不仅仅是地狱使，很多人的身上写着的乃是玉江，可就算是玉江，看到宋允也要尊称一声宋允小姐，而宋允都会一一回应，表现得十分温和友善。不仅仅是玉江，就连地狱使也会回应宋允小姐，真的是太温柔了，她才是我狱宗的至宝啊！我听说陈辉少爷对宋允小姐表白都被拒绝了，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与她结缘，那一定是修了几百辈子的福气。宋允走过，一些年轻的地狱使暗中讨论起来，眼中充满了对宋允的向往。至于宋允，则是直奔一个房间，那是属于他的房间，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想要利用起来，可是还未进入房间，一个声音便在身后响起：“宋允小姐。”顺声观望，那是一个中年模样的男子，而在他的身上也写着玉江2个字。但在狱宗之内，玉江也是有级别之分的，分为鬼字玉江和魔字玉江，而这位乃是魔字玉江。玉江大人有事？宋允问。宋允小姐，九魔大人想见你。这位魔字玉江话罢，便转身引路。见状，宋允也是乖乖跟在身后。随后，他被带到了一座大殿之中，在这座大殿之内，只有一个身影，坐在大殿深处，那是一个老者。他身材魁梧，长相也是很有特色，就像是有某种缺陷一样，眉毛一黑一白，头发也是一黑一白，但是他的双眼不像是人，更像是野兽，不怒自威，令人不敢直视。九魔大人，您什么时候来的呀？见到这位，宋允也是赶忙施以一礼，但他的礼节并不正式，且带着欣喜的笑容，就像是后辈见到了亲切的长辈。礼节只是形式，开心才是真的。女儿，我是专程来感谢你的，这一次能够顺利抓到那个仙海鱼儿，还多亏了你。若不是你冒充楚风如此成功，恐怕也不会将仙海鱼儿引出来。抓到仙海鱼儿，你绝对是头号功劳。这位九魔大人说道。九魔大人过奖了，我也只是有些小聪明，运气好罢了。毕竟我和仙海鱼儿年纪差不多，小女孩比较懂小女孩嘛。宋允甜甜的笑道，看起来十分乖巧，没有一丝心机。确实是，小女孩更懂小女孩。我们这些老古董活得太久了，有时候真的不懂小女孩的心思，都忘记了那种纯粹。九魔大人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些感慨，当时为了抓仙海鱼儿，他们想到了多种方案，但每一种其实都较为冒险。想抓仙海鱼儿太难了，死伤几乎无法避免。就在这个时候，宋允提出了他的想法，他伪装成楚风，再利用狱宗的藏在仙海鱼族的奸细，将消息传递给仙海鱼儿，将仙海鱼儿骗出来。起初这个方法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都觉得太简单了。倒是九魔大人觉得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就算不成功也没什么损失，大不了失败之后直接动用其他方案即可，这才选择尝试一下。本来大家都没抱有希望，可谁曾想仙海鱼儿竟真的就被骗出来了，并且还被宋允引到了狱中的伏击之地。不过仙海鱼儿也是聪明的，路上的交谈中他还是察觉了破绽，便想要逃走。幸亏那个时候宋允已经将仙海鱼儿引入了狱中的埋伏之地，这才顺利将仙海鱼儿抓到。说起来还是我狱中的变幻玉音厉害，不然我也不可能伪装的那么像。宋允说道。变幻玉音确实厉害，但也是你天赋利奥的才能驾驭的了。并且你认识楚风吗？九魔大人话到此处，一双苍老的眼眸直直的盯着宋允。认识。宋允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回答。我与楚风是朋友，九魂天河的时候他帮过我不少忙。其实楚风当初也应该被带入狱宗的，因为他可是圣坛直役。宋允说道。楚风的事我知道，但是当初好像出了一些意外，所以才没能加入狱宗，再加上他与七界圣府的关系，若是现在加入我狱宗，对我狱宗似乎不太有利。九魔大人说道。难道我们狱宗还惧怕七界圣府不成？宋允问。当然不怕，只能说没必要。况且楚风这个人似乎有些倔强，他的想法必然与我狱宗不太契合，也不适合我狱宗。九魔大人说道。我与他是朋友，若是有机会见到他，我劝一劝，说不定他会愿意。毕竟加入我狱宗，他也有了靠山，便也不用惧怕七界圣府了呀。宋允说道。看得出来女儿与楚风关系是真的不错，你这么想让他加入狱宗，究竟是想让他为我狱宗做贡献呢，还是说想让他得到我狱宗的庇护？九魔大人问。都有。楚风是人才，我狱宗可以培养，他也值得培养，而既是我狱宗之人，庇护也是应当嘛。宋允甜甜的笑着，九魔大人也笑了，但对于这个话题并没有给予回应。九魔大人，仙徒的屠符求见。此时殿外响起一位狱将的声音，让他等着。九魔大人道。九魔大人，是楚风。是楚风来到了清雪上界。门外再度响彻声音，不过不是那位狱将，而是一个老者。这个老者正是先前通过防御阵法与楚风对话的那个仙徒老二，让他进来。九魔大人大袖一挥，关闭的殿门开启，一个老头也是立刻走了进来。宋允认得他，这个人正是仙徒的老二，名为屠符。宋允小姐。仙徒老二看到宋允也是弯腰施礼。宋允没有说话，但也是客气的回以微笑。至于仙徒老二，
则是主动将店门关上。可是因为他刚刚的一声呼唤，外面的人也炸开了锅。毕竟如今的楚风已是名扬浩瀚修武界，就连狱宗的人也都听闻过。如今这楚风跑到清雪上界来做什么？你确定是楚风来到了清雪上界？九魔大人问。确定。随后，这位仙徒老二便将遇到楚风的经过以及自己的4个兄弟已被楚风斩杀之事告诉了九魔大人。你说楚风使用了幻音符提升的修为？九魔大人问。回禀大人，就是幻音符，我亲眼所见，绝不会错。仙徒老二应道。楚风竟有如此天赋，能凭借幻音符将修为提升到2品真神。九魔大人拖着下巴，若有所思。可是九魔大人这个反应明显不是仙徒老二想要的反应，他这个反应更像是惜才的反应。于是仙徒老二扑通一声跪在了九魔大人面前。九魔大人，我们兄弟几人多亏了九魔大人的欣赏，他有机会加入狱宗，对您一直感激不尽，并不想给您添麻烦。可是如今我4个兄弟在我眼皮底下被楚风杀死，这个仇我不能不报，还请九魔大人为我们做主。仙徒老二话罢，连连磕头屠服。我狱宗与楚风并无恩怨，你是想将你们的私人恩怨带入到我狱宗之中吗？莫非你们兄弟几人加入我狱宗的真正目的，就是想利用我狱宗帮你们对付楚风？宋允说道。宋允小姐，你这是什么话啊？我们兄弟加入狱宗是真心实意，从来没有说过让狱宗帮我们对付楚风。明明是这楚风他自己找上门来，且他明知道我们是狱宗的人，却还是不将我们放在眼里，痛下杀手。仙徒老二辩解道。你们仙徒与楚风的恩怨早就不是秘密，你们屠戮了人家奶奶全宗，如此血海深仇，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放过你们，关我们狱宗什么事？宋允又道。宋允小姐，话不能这么讲啊。好了，这件事我自会定夺。九魔大人说道。听闻此话，仙徒老二的脸色异常难看，他感觉恐怕九魔大人不会给他们做这个主，因为他们无法重入狱阴，所以哪怕修为不弱，可在狱宗内也是被众人鄙夷。狱宗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他们只是外人。九魔大人，不好了！而就在此时，又有一位狱将来到门外，这位乃是九魔大人的亲信，进来说。九魔大人直接打开店门，狱将关上店门后，便直接拿出了一张地图。九魔大人，我们用观测阵法观测到了一个传送阵法，应该是仙海鱼族的传送阵法。我们发现后，便将那传送阵封锁了。可是，在传送阵法落下不远处的据点内，我狱宗之人全部被杀，猜测是仙海鱼族，并没有完全上当，也派人进入了青海上界之中。那位狱将说道。哦，听闻此话，九魔大人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大人，这个地方距离我4个兄弟被杀的地方也是很近，会不会就是楚风？不是会不会，而是一定就是楚风。众所周知，楚风与仙海鱼族关系极好，他得知仙海鱼儿被抓，定然会来帮忙。我说呢，楚风好端端的怎么会来到清雪上界？他应该追踪不到我们才对。现在解释得通了，他来清雪上界是为了找仙海鱼儿，遇到我们反而是巧合。仙徒老二大声道。他很清楚他们兄弟的恩怨，狱宗多半不会插手，可若是将楚风与仙海鱼儿的事情捆绑在一起，那狱宗绝对不会放任不管。九魔大人，很快外面又有声音响起，进来。九魔大人将其召唤进来后，那位也是直接跪在了地上，禀告九魔大人，我宗在仙海鱼族的兄弟传来消息，此次仙海鱼族来犯，完全中了圈套。仙海10月率领全部精锐进入了微光上界，不过他们此行，界染清的儿子楚风也有跟随，并且他独自一人进入了清雪上界。真的是他？听闻此话，九魔大人目光变化，杀意浮现。你看，我就说是他，他不仅杀了我兄弟，竟然还杀了我狱宗这么多人，此子绝对不可饶恕。仙徒老二说道。此刻，在场的其他狱将也是浮现出杀意，但唯有一个人没有，便是宋允。说话也要讲证据，你有证据证明那处据点的人是楚风杀的吗？你见到了吗？宋允问。宋允小姐，这还需要什么证据？这不是已经坐实了吗？我宗插入仙海鱼族的奸细，不是已经传来消息，仙海鱼族没人进来，只有楚风一个人进来的，不是他还能是谁？仙徒老二反问。此时的他比之先前底气足了很多。很快，九魔大人却是随之开口。来人，发布追杀令，给我追杀这楚风。与此同时，其手中还拿出一道令牌，令牌上面刻写着九魔2字。看到这个令牌，宋允神色变化。九魔大人的追杀令，那可非同小可。若真的发出，楚风的处境将极其不利。他不是仙海鱼儿，他是孤身一人，没有任何背景，如何对抗强大的狱宗？宋允有些挣扎，但在狱将接过九魔追杀令，准备离开之际，宋允还是开口：等一下，我能证明那些人不是楚风杀的，你能证明？听闻此话，在场所有人都有些诧异，包括九魔大人。而接下来宋允的话，更是让众人感到震惊，因为那些人是我杀的。宋允道。